听说师门终于来了个男徒弟，在外云游的3位师娘都赶回来了。大师娘美若天仙，2师娘医术高超，3师娘富可敌国。3人争着要做我师傅，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昆仑绝巅太乙门禁地大殿，2师娘穿着一身极其贴身的紫红色练功服，娇嗔的白了我一眼。我收起掌心的氤氲真气，无奈的擦了擦额头的汗。2师娘，您这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气血郁结，光靠我的玄天回春手治标不治本，要不试试我从大师娘那儿偷学的太乙鬼门13针？行了行了，不治了，得了便宜还卖乖。2师娘坐起身，你这小变态，3年前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是个废人，如今你练就了我们30年都没达到的境界。这昆仑山，怕是要关不住你了。师娘放心，我可不想走，在山上陪着3位师娘逍遥快活不好吗？放屁！大殿门被推开，3师娘呵斥一声，身着一袭白衣走来。当年害你萧家灭门的真凶还在金陵逍遥法外，此等血海深仇不报，你算什么男人？提到3年前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嘴角的玩世不恭瞬间收敛，眼中闪过一抹骇人的猩红杀意。大师娘也从殿外走来，绝美的脸庞上带着几分复杂。萧晨下山去吧，我们已经没什么好教你的。我深吸一口气，双拳不自觉地握紧。早盼着你滚蛋了。3师娘冷哼一声，将一枚通体暗红、雕刻着狰狞修罗的令牌扔进我怀里。拿着，这是战神令，从今天起，你就是战神殿之主，天下100万大军尽归你调遣。大师娘掩嘴轻笑，递过来一张黑金卡片。陈儿，这国总商会的至尊黑卡，里面有1000个亿的零花钱，密码你生日，随便花，别给师娘省钱。另外，你还有几位师姐在世俗界，个个都是手眼通天的绝色美人，有空多去找她们联络联络感情。我眼眶微热，师娘，别婆婆妈妈的。3师娘打断我，面色突然凝重起来，从袖口抽出一张大红色的请帖递给我。看看这个吧，把江城送来的。3天后，你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苏婉清就要嫁人了。我瞳孔骤缩，一把抓过请帖。新娘苏婉清，新郎赵天宇。赵家当年灭我萧家满门，赵家就是刽子手之一。我浑身的杀气瞬间不受控制的暴涌而出，震得大殿内的青石地板寸寸皲裂。去吧，晨儿。大师娘深深看了我一眼，龙困浅滩3年，该让这天下听听真龙的怒吼了。我扑通一声跪下，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师娘保重。次日傍晚，金陵市一处破旧的棚户区老宅，我站在斑驳的铁门前，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从小到大对我最好的亲人，表哥萧刚的家。咚咚咚，门开了，一个身材极度丰满，穿着紧身包臀裙和低胸吊带的极品少妇出现在门口。她生得眉眼如丝，正是我的嫂子柳如烟。你是萧晨？柳如烟愣了半秒，随即看着我那一身洗得发白的破烂布衣，眼中瞬间闪过浓浓的嫌弃。嫂子，是我回来了。我淡淡开口，柳如烟愣住了，上下打量着我这身穿了3年、满是补丁的道袍，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声音尖锐的刺耳：“萧晨，你这丧门星怎么还没死在外面？你回来干什么？我们家已经被你连累的够惨了，你还想来吸我们的血吗？”如烟，谁在外面？哥哥萧刚瘸着一条腿从里屋走出来，看到我的瞬间，眼眶顿时红了，手里的水杯吧嗒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晨儿，是你吗？晨儿，哥啊！我快步上前，一把抱住我这世上仅存的血亲。回来就好，活着就好啊！哥哥老泪纵横，拍着我的后背。好什么好？柳如烟一把推开萧刚。萧刚，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收留他，这日子就别过了。当年因为他们萧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那些催债的怎么折磨我们，你忘了？现在你需要把这瘟神迎进门。住口！萧刚猛地呵斥道：“他是我弟弟，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他饿死。晨儿，进屋，别理你嫂子，他就是刀子嘴。”我心中苦涩，默默跟在哥哥身后。我深知当年萧家覆灭，哥嫂受了多大的委屈。入夜，我躺在客厅那个吱呀乱响的旧沙发上，并没有入睡。隔着薄薄的木门，卧室里传来了哥嫂压抑的争吵声和柳如烟呜咽的哭声。呜呜，萧刚，我们造了什么孽呀？结婚这么多年，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输卵管彻底堵死，宫寒到了极点，这辈子都别想生孩子了。柳如烟压抑的哭泣声传来。别哭了，如烟，没有孩子就没有吧。要不是当年赵家那帮高利贷的畜生，大冬天把你推进冰窟窿里，你也不会落下这终身不育的病根。是我没用，没护好你。哥哥的声音充满自责与颓废。躺在沙发上的我，眼底杀机毕露。赵家，又是赵家，不仅灭我满门，竟然连我嫂子当年也被他们这般折磨，不能让他们继续受苦啊！我翻身下床，一把推开了哥嫂卧室的门。萧晨，你懂不懂规矩？大半夜进哥嫂房间干什么？
柳如烟正坐在床头抹眼泪，身上只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真丝睡裙，里面大片的雪白肌肤若隐若现，一时间羞愤交加。哥，你先出去抽根烟。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小陈，你干什么？肖刚愣住了。我能治好嫂子的不育症。哥，给我10分钟。或许是我此刻的眼神太过肃杀，肖刚竟真的鬼使神差地走了出去，顺手关上了门。屋内只剩下我和柳如烟。你疯了？你个乡巴佬还会治病？你手往哪摸呢？他紧张地往床角缩了缩，我一步上前，扣住了他白皙纤细的脚踝。嫂子，你常年郁结于心，加上寒气入体，封死了下焦经络，若不及时疏通，活不过3年。不等他拒绝，我直接施展玄天回春手，一股极其精纯的太乙真气顺着我的掌心，霸道地钻入他的体内。柳如烟原本挣扎的娇躯猛地僵住，那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酥麻感，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干涸的河床上爬行。我的手掌顺着她修长的大腿内侧一路向上，动作虽然粗暴，却精准地避开了敏感带，却又让那种燥热在每一寸肌肤下炸裂开来。好热，你停下。她双眼逐渐变得迷离，浑身香汗淋漓，原本白皙的皮肤透出一种诱人的粉红。我眼神清明，双手化作残影，不断在她的腹部穴位进行点按。这种香艳的场面若换作旁人，恐怕早已血脉奋张，但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在疏导一团乱麻的经络。柳如烟死死咬住红唇，却依旧没能忍住。她感觉一股热流像泉水般浇灌在冰冷的宫腔，让她整个人如坠云端，连灵魂都在颤栗。10分钟后，柳如烟已经是软成了一滩烂泥，半透明的睡裙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最后一步，排毒。我并拢剑指，以气御针，3道无形的真气如实质般的银针一般，闪电般刺入她小腹的气海。关元死穴，噗！柳如烟猛地坐起，吐出一口暗黑色的腥臭污血，随后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原本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红润且带有光泽。我的身子变轻了。她不可置信地摸着小腹，眼泪决堤而出。只要按期跟我哥同房，就能怀上。我收手敛气，背过身去，不再看那满床的春光。嫂子，过去你嫌弃我也罢，骂我也罢，但你没在我哥最难的时候离开他。从今往后有我在，没人能再欺负你们1分1毫。赵家的债我来平。说完，我推门而出。第二天清晨，柳如烟满脸通红地从里屋走出来，看着坐在破沙发上的我，眼神极其复杂。显然，她已经感觉到了身体那不可思议的变化，那种轻盈与充满活力的感觉，是她这3年从未体验过的。萧晨，柳如烟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放在我面前，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嫂子昨天话说得重了，你别往心里去，这面趁热吃。我看着面条上盖着的2个荷包蛋，笑了笑。谢谢嫂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在这温馨的气氛刚要蔓延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本就破旧的防盗门被人用大铁锤直接暴力砸开，整扇门轰然倒塌，掀起漫天灰尘。柳如烟，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赵家的账，今天要是再还不上，老子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接客。5、6个纹着大花臂，手里拎着钢管砍刀的彪形大汉嚣张地闯进狭小的客厅。为首的黄毛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鸡蛋面，走过来狠狠一巴掌将碗打翻在地，面汤溅了一地。哟，还有闲钱吃双黄蛋呢？怎么，赵家的利息不用给啊？黄毛极其嚣张的冷笑。柳如烟吓得脸色惨白，下意识地躲在萧刚身后。萧刚红着眼拿起厨房的菜刀护在胸前。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当年的本金我们早就还清了，你们这是高利贷。高利贷在江城，赵家就是规矩。黄毛啐了一口浓痰，给我砸，把这2个废柴打残，女的带走。几个大汉狞笑着举起钢管就朝哥哥头上砸去。唰！我坐在沙发上，根本没有起身，只听见空气中发出一声刺耳的音爆。下一秒，我手里的那根一次性筷子如同死神的利剑，直接贯穿了黄毛拿钢管的手腕。啊！黄毛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钢管当啷掉地，其余几个混混瞬间僵住，难以置信地看着手腕上插着一根木筷子，鲜血狂飙的老大。你他妈是谁？敢管赵家的闲事？黄毛疼得五官扭曲，指着我咆哮。我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一步步走向黄毛。我身上的杀气不再掩饰，整个客厅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砰！我一脚踹在黄毛的膝盖上，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黄毛的双腿直接向后反关节折断，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啊，我的腿！我问你答。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如同看一具尸体。赵天宇在哪儿？那几个想要冲上来的混混被我轻描淡写的一眼扫过，吓得双腿发软，竟当场尿了裤子，兵败如山倒般丢下刀就跑。黄毛疼得快晕厥过去了，看着我如同看到了地狱的恶鬼，颤抖着回答：赵少在帝豪大酒店，今天是他和苏家大小姐订婚的。咔嚓！我没有废话，
一脚踩断了他的肋骨，让他彻底昏死过去。我转头看向还在发呆的哥嫂，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哥嫂子，当年赵家欠我们萧家的，今天我一并去讨回来。我转身大步走出破旧的平房，阳光有些刺眼。赵家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毁灭了吗？江城帝豪大酒店，作为江城唯一的7星级销金窟，今天这里被彻底清场封锁。酒店外宽阔的广场上，清一色的劳斯莱斯、宾利等顶级豪车排成长龙，鲜红的地毯从大门口一直铺出去了足足500米远。周围3步一岗，5步一哨，全都是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魁梧保镖。只因为今天是江城4大家族之一赵家大少赵天宇的订婚宴，我穿着那一身洗得微微发白、打着补丁的粗布道袍，双手插兜，冷着脸顺着红地毯向大门走去。这副寒酸的打扮，与周围那些穿着高定礼服、珠光宝气的江城名流们格格不入。他们纷纷像躲避瘟神一样，捂着口鼻，满脸嫌恶地避开我。站住！你他妈眼瞎了是不是？还没等我靠近大门，2名身高超过1.9米，犹如铁塔般的赵家保镖便凶神恶煞地拦在了我面前。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保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轻蔑地啐了一口：“哪来的叫花子？今天这地方被我们赵家包场了，里面全都是身价过亿的大人物，要饭就滚去后厨的垃圾桶。”说罢，他毫不客气地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一把朝我的衣领抓来，企图将我丢出去。我微微抬眼，眼神没有泛起一丝波澜，只是在对方的手即将碰到我衣服的瞬间，随意地抖了一下肩膀。砰砰！一股肉眼无法察觉的太乙罡气猛地弹开。那2个体重超过200斤的魁梧保镖，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就像是被高速行驶的重卡迎面撞上，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足足10几米远。轰隆一声巨响，2人狠狠砸碎了酒店门外的景观雕塑，大口吐血，当场晕死过去。什么动静？那小子干了什么？周围名流吓得连连后退，惊呼出声，而我只是平静地掸了掸肩膀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在一片惊恐与错愕的目光中，大步跨入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大厅内奢靡之气扑面而来，成吨的空运进口玫瑰铺满全场，10层高的巨型香槟塔折射着水晶灯的璀璨光芒。此时正值江城各界名流排队上缴彩礼的环节，唱礼的司仪拿着金话筒，声音高亢的都快劈叉了。江南盛世地产王总送海景独栋别墅2套，祝赵少与苏小姐百年好合。江城总商会李会长送极品冰种翡翠玉如意1对，价值5000万。东海陈家代表送现金支票1个亿，百年野山参3株。听着这一串串天文数字的贺礼，站在舞台中央的赵天宇端着高脚杯，梳着油光锃亮的大背头，满脸都是不可一世的傲慢与狂妄。底下的宾客无一不是阿谀奉承，极尽谄媚，恨不得把赵天宇的鞋底都舔干净。我面沉如水的分开人群，径直走到收礼台前，在司仪和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旧报纸随便裹着的长条状物体，吧嗒一声扔在了铺着红丝绒的礼桌上。你谁啊？懂不懂规矩？知道这桌上放的都是些什么无价之宝吗？收礼的管家脸一黑，嫌恶的用2根手指捏起那团报纸，像看着垃圾一样看着我。保安？保安死哪儿去了？怎么什么神经病都放进来？他的嗓门极大，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连台上的赵天宇也皱着眉头，居高临下的看了过来。这是我的贺礼。我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清晰地传入大厅每一个人的耳中。贺礼？哈哈，笑死我了！管家一把撕开外面那层脏兮兮的报纸，露出一块黑不溜秋、坑坑洼洼，还带着烧焦痕迹的破烂木头。大家快来看看，一截烧焦的烂木头！小子，你他妈是穷疯了来赵家砸场子的吧？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声与嘲讽。我操，这哪来的极品土鳖，跑赵少的场子上送烂树根？这怕是从哪个火灾现场捡回来的垃圾吧？简直是晦气！我看他是活腻了，今天赵家可是请了绝顶高手坐镇的，这小子今天休想竖着走出这扇门。赵天宇晃了晃手里的红酒杯，带着几个狗腿子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他眯着那双阴鸷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因为这3年在山上洗精法损，我的气质和容貌发生了蜕变。他一时间竟然没认出我就是3年前的萧家大少。哪来的乡巴佬？赵天宇冷笑一声，将杯子里的红酒倒在地上。今天是我和江城第一美人苏婉清的大婚，你拿块破木头来恶心本少？少爷，别跟他废话了，我这就叫人打断他的狗腿，扔进江里喂鱼。慢着！赵天宇摆了摆手，像猫戏老鼠般看着我。本少爷今天大喜的日子，不想见血。小子，现在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然后把这块烂木头给我嚼碎了咽进肚子里，本少就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怎么样，这恩赐不错吧？赵少慈悲啊，
小子，还不赶紧跪下谢恩！能吃赵少的木头，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周围的宾客疯狂附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我出洋相。我看着赵天宇那张令人作呕的嚣张脸庞，3年积压的仇恨在胸腔内疯狂翻涌，怒极反笑。让我吃下去，只怕你赵家没这么大的胃口。我指了指那块黑木头，语气森寒。我送的东西价值连城，就怕你赵家接不住这滔天的福分。冥顽不灵的狗东西，给脸不要脸！赵天宇彻底失去耐心，脸色骤然狰狞。来人，给我把他的牙全部敲碎，手脚打断扔出去！10几个凶神恶煞的保镖闻声而动，抽出甩棍就准备将我按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慢着，都给我住手！千万别碰那块木头！一声因为极度激动甚至有些破音的老者嘶吼，突然从宴会厅入口处炸响。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江南省古董鉴宝协会的泰斗古千秋推开搀扶他的随从，连滚带爬扑向了那张礼桌。古老，您怎么来了？您小心点儿，别让这破玩意儿脏了您的贵手啊！赵天宇一愣，赶紧换上一副笑脸迎上去。你给我闭嘴！不长眼的东西！古千秋毫不留情地怒斥了赵天宇一句，随后双手如捧着稀世珍宝般捧起那块烂木头。他掏出一把强光手电和高倍放大镜，脸几乎贴在木头上，一寸一寸极其贪婪地查看着。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古千秋这疯狂的举动弄懵了。奇迹，真是奇迹呀！几分钟后，古千秋激动得老泪纵横，连花白的胡子都在剧烈发颤。他仰天长叹：苍天有眼，老朽有生之年竟然能亲眼见到这种传说中的神物。外表焦黑如炭，内蕴紫金雷纹，且有异香凝而不散。错不了，这绝对是失传已久的极品雷击沉香木，而且至少是吸收了1000年天地精华，度过9天雷劫的神木啊！扑通！在全场宾客震怖的目光中，这位被江南省无数权贵奉为座上宾的泰斗，竟然猛地转过身，死死盯着我，直接弯腰90度鞠了一个大躬，态度卑微到了极点。这位先生，老朽有眼无珠，不知高人当面。这块1000年雷击木，老朽愿倾家荡产买下来。古千秋双眼血红，声音嘶哑地吼道：我出10个亿，不，10亿现金，外加我名下2家拍卖行的全部股份，只求先生将此神木割爱于我。轰！此言一出，整个奢华的宴会大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刚才还在疯狂嘲笑我是乞丐的宾客们，此刻一个个瞪大了眼珠子，下巴脱臼般张着嘴，只觉得头皮发麻，呼吸都停滞了。10亿，再加上2家顶尖拍卖行，一块看起来当柴烧都嫌弃的破木头，竟然是无价之宝。啪！赵天宇手里的高脚杯滑落，摔得粉碎。红酒溅了一裤腿，他也浑然不觉。他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结结巴巴地说道：古老，您一定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吧？就这个要饭的穷光蛋，怎么可能拿得出10亿的宝贝？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烂树根啊！放你妈的狗屁！古千秋毫无修养地爆了句粗口。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老夫的眼光？这可是能驱邪避凶、调理气血，哪怕是半只脚踏进鬼门关都能续命的神物。你们赵家真是一群有眼无珠的蠢猪！我冷眼看着如同小丑般的赵天宇，根本没有理会古千秋的狂热。不好意思，古老，这东西不卖。我缓缓走上前，将雷击木拿在手中，冷酷的目光如同看着一具尸体般锁定赵天宇。既然送出了手，就是我给赵少的贺礼。这么好的1000年神木，等过几天赵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拿来给赵少做棺材板，再合适不过了。全场倒吸一口凉气，疯了！这小子绝逼是疯了，竟然敢在赵家的地盘上，当着这么多名流的面咒赵家少爷死，甚至还要灭赵家满门。就在此时，大厅侧面的雕花水晶双开门被缓缓推开，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去，而我更是浑身一颤，双拳死死攥紧，指甲几乎陷入了肉里。只见苏婉清穿着一套价值数百万的高定洁白婚纱，犹如一朵即将枯萎的白莲，在一群伴娘的簇拥下站在门口。她依然那么美，倾国倾城，但那张绝美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血色。可是她的眼神空洞的可怕，犹如一具失去了灵魂的提线木偶，写满了屈辱与死寂。婉清，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荡，轻轻呼唤了一声。这声魂牵梦绕了3年的呼唤，让苏婉清如同触电般娇躯狂震。她猛地抬起头，当她的目光穿过人群，定格在我那张熟悉的脸庞上时，她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下一秒，晶莹的泪珠如同决堤的洪水，从她绝美的眼眸中倾泻而出。萧晨，是你吗？她用力揉了揉眼睛，不敢置信地踏出一步。你没死，你真的没死？她不顾一切地提起繁重的裙摆，跌跌撞撞地想要朝我奔来。站住！
臭婊子，你给我站住！赵天宇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发出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吼。苏婉清，你今天要是敢过去牵他的手，你爷爷病床上的特效药立刻就会断供。我保证你们苏家今天晚上就得家破人亡，给你爷爷收尸。苏婉清的脚步生生定住，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她绝望地咬着嘴唇，鲜血溢出，泪水模糊了视线。小陈，你快走，快离开江城，你不该回来的。赵家现在只手遮天，他们会杀了你的。看着他那单薄无助却依然在为我着想的肩膀，想着3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她一个柔弱女子硬是把我从火海中拖出来的惨烈画面，我心中的杀机彻底化作了实质的九幽怒火。轰！一股恐怖的真气波动在我身边炸开，将周围几张餐桌掀翻在地。以恩人的性命要挟，强逼联姻，赵家，你们这群畜生，连活在世上浪费空气都不配！我大步流星地走向苏婉清，挡在她面前，用指腹温柔地拭去她眼角的泪水，声音放缓：别怕，婉清，我回来了。从今天起，天塌下来，我替你扛。萧晨，原来是你这个3年前的余孽！赵天宇此刻面容扭曲到了极点，怒极反笑：哈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当年让你这条丧家之犬侥幸逃了，你不好好在臭水沟里苟延残喘，竟然还敢回来抢本少的女人。今天老子要亲手打断你的4肢，割下你的舌头，我要让你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亲眼看着我今晚怎么在床上玩弄你的女人。聒噪的垃圾！我甚至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随手一挥，轰！隔着足足5、6米的距离，一股排山倒海般的罡气化作无形巨浪。赵天宇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像是被重型火炮正面击中，胸口瞬间发出刺耳的骨裂声，整个胸腔硬生生凹陷下去一大块。他双眼翻白，狂喷出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整个人直接从高台上倒飞出去，轰隆一声撞塌了背后的巨型香槟塔，被碎玻璃砸成了一个血人，惨叫连连。少爷！赵家的护卫和管家吓得肝胆俱裂，全场尖叫声四起，名流们吓得抱头鼠窜，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庶子儿敢，找死！就在这时，一声宛若洪钟大吕，震得众人耳膜生疼的怒吼从2楼贵宾席传来，紧接着一道魁梧如铁塔般的身影从10米高的2楼栏杆处轰然跃下，重重砸在大厅中央，大理石地面瞬间被他踩出2道极深的皲裂坑洞，碎石飞溅。赵家家主赵鸿飞在几个高手的簇拥下从楼梯跑下来，看着儿子半死不活的惨状，双目赤红的指着我疯狂咆哮：雷大师，杀了他，把他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来人正是赵家每年花5个亿重金供奉的绝顶武道宗师，人称崔杯手的雷猛。雷猛浑身骨骼发出一阵犹如炒豆子般的爆响，肌肉犹如金刚块般高高隆起，将身上的唐装生生撑裂。他轻蔑地看着我，宛如看着一只卑微的爬虫。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练了点那家气功就敢来赵家撒野，受死！雷猛暴喝一声，足下发力，整个人犹如一头发狂的犀牛狂奔而来。他那蒲扇大的手掌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声，泰山压顶般朝我的天灵盖狠狠拍下，掌风凌厉，所过之处，沿途的餐桌已经被生生震得粉碎。萧晨，快躲开！他是宗师！苏婉清吓得花容失色，尖叫出声，而我负手立于原地，甚至连躲闪的姿态都没有。直到雷猛那不可一世的崔杯手即将触碰到我头发的一刹那，我才慢吞吞地抬起右手，不用罡气，不用武技，甚至懒得正眼看他，我凭借纯粹的肉身力量，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抽了过去。哈！一声清脆，甚至显得有些滑稽的耳光声在空旷的大厅内炸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陷入了绝对的静止。上一秒还嚣张霸道、不可一世的武道宗师雷猛，下一秒就像是一只被全速行驶的高铁撞中的苍蝇。他甚至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脑袋被我这一巴掌抽的颈椎瞬间粉碎成渣。轰隆！雷猛庞大如铁塔般的身躯，犹如一滩失去骨骼支撑的烂泥，瘫软倒地，鲜血混杂着脑浆从七窍中疯狂喷涌而出，死得不能再透了。一招，堂堂江城武道界的泰斗，被赵家奉若神明的高级宗师，被我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一巴掌秒杀，全场死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烈血腥味，所有人的呼吸都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你赵家家主赵鸿飞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那些刚才还在嘲讽我的名流富商，此时更是被吓得两眼一黑。我连看都没看地上的烂肉一眼，一把搂住苏婉清还在发抖的纤细腰肢，在一片恐惧与绝望的目光中，犹如降世魔神般俯视着瘫在地上的赵家父子。赵鸿飞，赵天宇，我的声音犹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寒风，刮过所有人的耳膜。这一巴掌只是今天抢婚的利息，回去洗干净你们全家的脖子等着我。3天后，我要你们赵家全族披麻戴孝，3步一叩首，去我萧家祖坟前磕头谢罪。
话音落下，我不再理会这群已经被吓破胆的废物，牵着苏婉清冰冷的小手，在一片噤若寒蝉的死寂中，大步踏出了帝豪大酒店。牵着苏婉清冰冷的手走出帝豪大酒店，坐进一辆出租车里。这丫头依然处于一种极度震惊与恍惚的状态中。师傅，往前开，去江城最好的地段。我随口吩咐了一句，车子发动，苏婉清这才如梦初醒般浑身一颤，她死死反握住我的手，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萧晨，你闯大祸了，那是赵家，你不仅抢了婚，还杀了他们奉若神明的雷宗师。赵鸿飞那个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动用黑白两道所有的力量，将你碎尸万段的。看着他即便怕得浑身发抖，第一反应却是担心我的安危，我心中顿时流过一丝暖流。傻丫头，我说过，天塌下来我顶着。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眼神渐渐转冷。区一个赵家，在我眼里连蝼蚁都算不上。3年前他们欠我的血债，我要一笔一笔的清算。可是，没有可是。我打断他，拿出那个陪伴了我3年的老旧按键手机。你先休息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安排一下住处。苏婉清看着我那屏幕都碎了的破手机，眼底闪过一丝绝望。她大概觉得我这3年虽然学了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但在权势滔天的赵家面前，个人武力终究是敌不过资本的枪炮。我没有理会她的担忧，直接拨通了那个3年未曾拨打的神秘号码。电话只响了半声，便被瞬间接通。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慵懒却透着极度上位者威压的妖娆女声。这是我的大师姐，掌控龙国近半数命脉产业，权倾朝野的传奇女王叶倾城。大师姐，是我，萧晨，我下山了。我淡淡开口。哐当，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瓷器摔碎的巨响，紧接着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师姐那几乎失控的尖叫声。小陈，你这没良心的小混蛋，终于肯下山了。你在哪儿？我在江城。我听着师姐激动的声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临时需要个落脚点，要绝对安全安静。江城那种破地方有什么好待的？大师姐冷哼一声，霸气侧漏。等我1分钟，江城最好的地段是江景1号山顶别墅，我现在就让人清场，把那栋别墅转到你名下。对了，我顿了顿，眼神闪过一丝寒芒。江城这边有个赵家，像苍蝇一样烦人。我记得战神殿在江城驻防的，是不是修罗战王？让他去别墅等我，我有些脏活要交给他办。修罗那个莽汉，好，我立刻下达最高战神令，他要是敢迟到半分钟，我卸了他那条狗腿。小陈，你等着，师姐处理完国际财阀会议，马上飞过去找你。挂断电话，我转头对前面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出租车司机说道：“师傅，改道，去江景1号山顶别墅。”江景1号。司机师傅狂咽了一口唾沫，通过后视镜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精神病。小伙子，那可是江城首富的私人禁地啊，整座山头都是私产，别说进去了，靠近500米都要被荷枪实弹的保安抓起来的。你只管开到山脚下，剩下的不用你管。我闭上眼睛，不再多言。20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江景1号山脚下的盘山公路入口，司机还没来得及赶我们下车，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踩刹车。只见原本戒备森严的入口处，此刻整整齐齐地站着2排全副武装、煞气冲天的黑衣战卫，而在最前方，一名身高近2米、脸上带着一道狰狞刀疤的魁梧巨汉，正焦急地来回踱步。当看到我们这辆破旧的出租车时，那名巨汉虎躯一震，竟然直接快步迎了上来。这可是江城地下世界的总龙头，传说中的修罗大人啊，他怎么会在这里迎宾？司机吓得魂飞魄散，我推门下车，牵着还没回过神来的苏婉清走上前。轰！名震江南、手握重兵的修罗战王，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单膝跪地，头颅深深低下，声音洪亮如雷：“属下修罗参见店主，护驾来迟，请店主责罚。”唰，2排黑衣战卫齐刷刷的单膝跪地，声震云霄。参见店主。苏婉清吓得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大脑一片空白。她无法理解，刚才还在用按键手机打电话的破落户，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这些煞神口中的店主？起来吧，大师姐速度挺快。我摆了摆手。里面清扫干净了吗？回店主，江景1号别墅原主人一家已在10分钟前全部搬离，别墅内里里外外均已换上我们的人，绝对安全。修罗战王恭敬地汇报道。很好，你在门外候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靠近别墅半步。若有赵家人来找死，就先打断腿扔在山脚下。遵命。我拉着苏婉清，在修罗战王敬畏的目光中，踏入了这座奢华至极的山顶别墅。进入主卧，苏婉清终于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她呆呆地看着我，
萧晨，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些人为什么叫你店主？这3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婉清，这些解释起来很长，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我凝视着他的眼睛，语气突然变得无比温柔和沉重。现在我要做一件3年来我日日夜夜都想做的事。什么？苏婉清一愣，转过身去，把衣服脱了。我轻声说道。苏婉清那苍白的俏脸瞬间飞上2朵红云，她猛地捂住胸口，连连后退，眼神中闪过一丝受伤。萧晨，你当我是什么女人？我虽然不用嫁给赵天宇了，但我绝不会。你想哪儿去了？我苦笑一声，上前一步，轻轻按住他的肩膀，声音有些发颤。3年前的大火里，你把我背出来，我曾偷偷看过一眼，你的背被烧焦的房梁砸中。苏婉清的身体瞬间僵硬如铁。不要！她像是被触碰到了最深处的逆鳞，疯狂地推开我，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落。不要看，很丑，真的很恶心。萧晨，我求求你别看啊！这3年，为了掩盖那恐怖的烧伤疤痕，哪怕是在最炎热的夏天，她也只能穿着厚厚的高领衣服。那是她作为江城第一美人，内心最深处、最自卑的梦魇。我是个医生，在我眼里，那不仅不丑，还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勋章。我强硬却不失温柔地将她转过身。相信我，我能治好她，而且连一丝疤痕都不会留下。苏婉清娇躯颤抖着，最终在我坚定的目光下，缓缓拉下了婚纱后背的拉链。当那件价值数百万的洁白婚纱滑落，露出她背部的一瞬间，我的眼眶瞬间红了，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揪住。那是怎样触目惊心的一道疤痕啊！从左侧肩胛骨一直蔓延到腰际，原本应该如凝脂般光洁的玉背，此刻却像是一条盘踞着巨大暗红色蜈蚣的焦土，皮肉扭曲，凹凸不平。可以想象，3年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承受了多么惨绝人寰的痛楚。很吓人，对吧？苏婉清带着哭腔，屈辱的想要把衣服拉起来。不，我深吸一口气，眼底闪过一丝心疼至极的光芒。婉清会有一点热，忍着点儿。我运转太乙玄天真气，双手掌心泛起一层淡淡的肉眼可见的白芒，缓缓附上了她背部那狰狞的疤痕。呜！苏婉清轻哼一声，一股极其温和却又霸道无比的纯阳真气，顺着我的掌心涌入她坏死的皮下组织。玄天回春手不仅能活血化瘀，更能做到真正的断骨重生、生机化腐。随着真气不断的冲刷，苏婉清感觉到背上的疤痕传来一阵阵酥麻与麻痒，她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坏死的死皮正在迅速脱落，而全新的血肉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重新生长。在这个过程中，真气的蒸腾让房间里的温度不断升高。苏婉清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香汗，她咬着红唇，极力压抑着喉咙里因为舒爽而想要发出的呻吟，身子软绵绵地靠在我的怀里。30分钟后，好了，去照照镜子吧。我收起真气，长出了一口气。苏婉清半信半疑地转过头，走到巨大的落地镜前。当她看清镜子里那个背影时，整个人瞬间呆滞了。那道折磨了她3年的丑陋蜈蚣疤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同剥了壳的鸡蛋般白皙、光滑，甚至透着淡淡粉红色的完美玉背，没有一丝一毫受过伤的痕迹。天哪，这是魔法吗？苏婉清不可思议地抚摸着自己的后背，眼泪再次决堤，这一次是喜极而泣。她猛地转过身，一把扑进我的怀里，死死抱住我，哭得像个终于卸下重担的孩子。谢谢你，萧晨，谢谢你。温玉满怀，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刚想安慰2句，苏婉清却猛地抬起头，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神狂热而急切。萧晨，你医术这么厉害，连陈年旧疤都能瞬间治愈，你一定有办法救我爷爷，对不对？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赵家断了特效药，爷爷他挺不过今晚了。说着，他双腿一弯就要给我跪下，我连忙一把将他托起，脸色郑重。傻丫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苏老爷子在哪儿？我们立刻走。江城苏家庄园，苏家虽然比不上4大家族，但在江城也算得上是2线豪门。但此刻的苏家大宅却弥漫着一股日薄西山的死气沉沉。当我们冲进老爷子的特护病房时，里面正乱作一团。病床上，一位骨瘦如柴的老者戴着氧气罩，面如金纸，气若游丝，心电监护仪上的线条已经几乎快要变成一条直线了。床边，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山羊胡的老中医，正满头大汗地捻着一根极长的银针，准备刺向老爷子胸口的位置。而在旁边焦急等待的中年男人，正是苏婉清的父亲，苏家现任家主苏明远。爸，快让薛神医停手！苏婉清冲进房间，大喊一声。苏明远吓了一跳，回头看到逃婚回来的女儿，顿时大怒。婉清，你怎么跑回来了？赵少呢？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跑会害死我们全家？还有，你让薛老停手干什么？薛老可是我们省的国医泰斗，
好不容易才请来给老爷子续命的。被称为薛老的薛长林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脸色十分不悦。苏家主，老朽治病救人最忌讳旁人打扰，若是耽误了下针的时机，苏老爷子出了任何差池，老朽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爸，他根本治不好爷爷，赵家的特效要断了，只有萧晨能救爷爷。苏婉清急得眼眶通红，一把将我拉到身前。苏明远这才注意到我，上下打量了一眼我这身寒酸的道袍，怒极反笑：婉清，你是疯了吗？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要饭的野小子，居然说他比国医泰斗薛老还厉害，赶紧给我滚出去，别妨碍薛老治病。薛长林更是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冷嗤一声：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懂中医吗？老朽行医50载，连我都觉得棘手的死局，你这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我懒得理会他们的嘲讽，目光如炬地盯着薛长林手中的那根银针所对准的穴位。我不懂中医。我冷笑一声，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薛长林的鼻子，一字一顿地说道：你这一针神风穴要是扎下去，老头子本来还能活半个小时，现在不出3秒钟就会当场气孔流血暴毙而亡。你这是在治病还是在杀人？一派胡言！薛长林被我一语道破下针的穴位，先是一惊，随即勃然大怒，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黄口小儿简直是满嘴喷粪！老夫这用的是失传古法回阳九针，你懂个屁！苏家主，今天有他没我，你要是信这个小子，老夫立刻就走。薛老息怒，苏明远吓得魂飞魄散，转头对着几个保镖怒吼：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胡说八道的疯子给我打断腿扔出去！婉清，你也给我滚回赵家去请罪！谁敢碰他？苏婉清不知哪来的勇气，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让他扎！我轻轻把苏婉清拉到身后，双手抱胸，冷漠地看着薛长林。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国医泰斗是怎么把人医死的。狂妄！老夫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薛长林气得浑身发抖，不再犹豫，猛地将那根长针刺入了苏老爷子胸口的神风穴。看到了吗？老夫这一针下去，老爷子的气血立刻就会……薛长林得意的话还没说完，一边突声滴滴滴滴，病床旁的心电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的疯狂警报声。原本只是气若游丝的苏老爷子，身体猛地僵直，如同触电般剧烈抽搐起来。紧接着，哇的一声，一大口腥臭乌黑的毒血从老爷子口中狂喷而出，甚至连眼角和鼻孔里都溢出了黑血。仪器上的心率瞬间直线下降，直逼0点。爸！苏明远吓得瘫坐在地，肝胆俱裂。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啊！我的回阳九针明明，怎么会气血倒灌死穴？薛长林刚才嚣张的气焰瞬间烟消云散，他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直接瘫软在地。庸医，你还我爸的命来！苏明远绝望地扑向薛长林，滚开！就在这混乱之际，我冷喝一声，犹如平地炸起一声惊雷，震得所有人的耳膜嗡嗡作响。我身形一闪，瞬间跨越数米距离，来到病床前。萧晨，救救爷爷！苏婉清绝望地大喊。他五脏六腑的毒气已经被这庸医逼入心脉，阎王爷已经开始在生死簿上勾他的名字了。我眼神凝重，双手食指犹如抚弄琴弦般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残影。不过，只要我萧晨不想让人死，就是阎王爷也得乖乖把人给我送回来。太乙鬼门13针线，刷刷刷！我手指拂过腰间的针囊，根本没有任何人看清我的动作。3根3寸长的纯金长针化作3道刺目的金芒，带着嗡嗡的清鸣声，极其霸道的同时刺入了苏老爷子头顶的百会穴以及胸口的痰中、气海死穴。这3针不仅力道奇大，更诡异的是，针尾竟然在空气中剧烈颤抖，发出一阵阵宛如龙吟般的风雨。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热气顺着金针疯狂涌入老爷子体内。你疯了？哪有往死穴上扎死针的？苏明远见状，目眦欲裂，刚想冲上来阻止。闭嘴，别碰他！突然，瘫坐在地上的薛长林像发了疯一样扑过去，死死抱住苏明远的大腿，眼珠子瞪得突出眼眶，死死盯着我下针的手法。这颤针手法，以气御针。薛长林浑身颤抖得像个羊癫疯患者，眼泪鼻涕瞬间流了一脸，声音因为极度激动而彻底破音。金针渡穴，3针定魂，这是传说中一道至高无上的绝学，太乙鬼门13针啊！话音刚落，嗨嗨噗！病床上已经被宣告死亡的苏老爷子猛地咳嗽2声，吐出一口散发着恶臭的黑色粘液。紧接着，那原本灰败如死尸的脸色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起来。心电监护仪上的警报解除，一条强有力的、平稳的心率曲线重新跳动了起来。苏老爷子缓缓睁开了眼睛，
虽然虚弱，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明。明远啊，我怎么感觉这副快散架的老骨头突然通透了？轰！苏明远和病房里的保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狠狠按在地上摩擦了100遍，起死回生，这竟然是真的起死回生！前一秒还被他们骂作是疯子、要饭的野小子，下一秒仅仅用了3根针，就把已经被国医泰斗宣告死亡的老爷子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神迹，这是真正的神迹呀！扑通！在所有人见鬼般的目光中，江南省医学界的泰斗，无数权贵排队都见不到一面的薛长林薛老，毫不犹豫的双膝重重砸在地上，直接对我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高人，萧神医，老朽有眼不识泰山，竟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我这50年医术简直学到狗身上去了。薛长林一边狂扇自己耳光，一边砰砰磕头，额头都磕破。求萧神医收我为徒，只要您肯传我1星半点这鬼门13针的皮毛，老朽名下江南省37家私人医院，上百亿的医疗资源，从今往后任凭师傅调遣，只要师傅一句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堂堂国医泰斗，当众跪求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拜师。苏明远此时也反应了过来，想到自己刚才愚蠢的态度，吓得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疯狂磕头。萧先生，您是大恩人啊，我有眼无珠，求您原谅我的无礼。我没有理会苏明远，而是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跪在脚边激动的浑身发抖的薛长林。既然你还有点眼力见，心也不坏。我随手从旁边桌子上扯过一张处方笺，用笔在上面龙飞凤舞的写下几10个药名和穴位，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他脸上。这是鬼门13针前3针的简化版针方，你这把年纪真气是练不出来了，但拿着这针方治个寻常绝症足够你受用终生了。薛长林双手颤抖着捧起那张破纸，如获至宝，眼泪狂流，再次重重磕头。多谢师父恩赐，多谢师父恩赐。就在病房内气氛陷入极度震撼与诡异的安静时，紧闭的病房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一脚踹碎，一个浑身是血的苏家保镖跌跌撞撞地砸进屋内。家主，不好了！保镖吐出一口鲜血，满脸绝望地嘶吼。赵家家主赵鸿飞带着10几个武道大师和几百号黑帮打手，把我们苏家大宅彻底包围了。赵鸿飞说，交出萧晨和大小姐，否则今天就让我们苏家鸡犬不留。砰！病房原本就破碎的房门被一股大力彻底掀飞，门外黑压压的人影将整个苏家大宅的院落围得水泄不通，明晃晃的砍刀和棒球棍在阳光下折射出刺骨的寒意，浓烈的肃杀之气直逼病房。苏明远吓得直接瘫坐在地，面如死灰。完了，赵家倾巢而出了，几百号黑帮，还有10几个武道大师，苏家今天彻底完了。慌什么？就在这时，病床上刚刚起死回生的苏老爷子猛地拔掉手背上的输液管，在一旁国医泰斗薛长林搀扶下，竟然硬生生地站了起来。虽然身体依旧瘦削，但此刻老爷子的眼中却爆发出不可侵犯的威严。爸，您怎么起来了？快躺下啊！苏婉清惊呼。苏明远，看你这副窝囊样儿，我苏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骨气的软骨头？苏老爷子狠狠拄着拐杖，指着苏明远的鼻子破口大骂。萧先生不仅是我苏家的救命恩人，更是晚清的如意郎君。今天就是拼尽苏家最后一滴血，哪怕苏家这块招牌彻底砸烂，也绝不能让萧先生受半点委屈。转过头，苏老爷子面对我时，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恭敬，深深鞠了一躬。萧先生，您带晚清从后门走，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豁出去给你们挡一挡。苏老头，你想挡谁？今天你们这群苏家的废物，还有那个姓萧的小畜生，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这扇大门。一道阴狠毒辣的狂吼声从院子里传来，赵家家主赵鸿飞在一群武道大师簇拥下，大步流星地踏入大院。此时的赵鸿飞哪还有在酒店时被吓尿的狼狈，他的脸上写满了暴虐的杀机，身后还跟着坐着轮椅，全身缠满绷带的赵天宇。萧晨，你个狗杂种！赵天宇坐在轮椅上，眼神怨毒的仿佛要吃人。你废了我，杀了我赵家供奉。今天我爸把江城地下世界4大堂口的精锐，还有18位武馆馆主全请来了。我要当着你的面儿，把苏万清这贱人给办了，再一刀一刀活剐了你。看着院子里几百号凶神恶煞的暴徒，苏明远和苏家的保镖们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连拿武器的手都在打颤。苏婉清死死抓着我的衣角，俏脸惨白，却坚定地挡在我身前。赵鸿飞，逃婚是我的主意，你们要杀就杀我，放萧晨走。我心中微暖，轻轻将这傻丫头拉回身后。几百个垃圾加上10几个花拳绣腿的老弱病残，
这就让你赵鸿飞重新找回自信了。我双手插兜，越过苏老爷子，闲庭信步般跨出病房大门，独自一人面对那几百号气势汹汹的暴徒。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萧晨，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赵鸿飞怒极反笑，面色狰狞地指着我。别以为你偷袭杀了雷宗师就天下无敌了。今天18位大师联手，加上我身后的几百精锐，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废话真多。我抬起眼皮，眼底的杀机犹如实质般化作冰冷的罡风，在院内卷起一阵落叶。3年前，你们赵家参与灭我萧家满门，3年后避我恩人，伤我至亲。今天，你们这群畜生既然主动送上门来，那就连着3年前的账一起算了吧。话音未落，唰，空气中只留下一道刺耳的音爆声。我原本站立的地方，竟然只剩下一道残影。什么？那18位信誓旦旦要拿我人头的武道大师，瞳孔骤然收缩，浑身的汗毛在这一刻根根倒数。在上面，其中一个眼尖的大师惊恐的大喊，我犹如鬼魅般出现在他们头顶上方，右腿带着万钧雷霆之力，仿佛一柄从天而降的战斧，狠狠劈下。砰！最中间的3名武道大师，甚至连真气都没来得及运转，就被我这一腿直接砸在肩膀上，令人头皮发麻的骨裂声响彻全场。3人连惨叫都没发出，便像3颗钉子一样被硬生生砸进了坚硬的青石板地里，双腿齐根折断，当场昏死。这小子有妖术，大家一起上，废了他。剩下的15名武道大师这才如梦初醒，怒吼着抽出各种兵器，催动毕生真气，从4面8方朝我合围而来，刀光剑影，拳风呼啸。蝼蚁一般也敢在真龙面前亮爪？我冷笑一声，不退反进，直接撞入人群之中。面对砍向我脖颈的金刚大刀，我不闪不避，直接伸出2根手指，在刀锋上一弹，当！金刚大刀犹如玻璃般寸寸碎裂，碎片在太乙真气的裹挟下，化作漫天暗气，瞬间洞穿了那名刀客的双肩，鲜血狂飙。砰！我转身一记膝撞，狠狠顶在另一个想要偷袭我后背的大师胸口，他的胸骨犹如纸糊般瞬间塌陷，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连撞翻了10几名黑帮打手才停下，狂喷鲜血。咔嚓！啊，我的手！惨叫声、骨裂声、哀嚎声在苏家大院内此起彼伏。这就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单方面屠杀。不到10分钟，刚才还不可一世的18位江城武道界顶尖大师，此刻已经全部躺在血泊之中，断手断脚，哀嚎遍野，没有一个人还能站得起来。呼隆！剩下那几百个拿着砍刀的黑社会暴徒吓得连连后退，手里的大砍刀哐当哐当掉了一地。他们看着站在血泊中央，身上连一滴血都没沾，甚至连气都没喘一口的我，眼神中充满了见鬼般的极致恐惧。魔鬼他是魔鬼！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几百号人瞬间丧失了所有的斗志，丢盔弃甲的往大门外缩去。病房门口，苏明远已经彻底看傻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苹果。国医泰斗薛长林更是激动的浑身发抖，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武道通神，一武双绝，我这是拜了个活神仙为师啊！现在轮到你了。我拍了拍手，一步步走向面色惨白如纸的赵鸿飞父子。每踏出一步，赵鸿飞的身体就猛地哆嗦一下，冷汗早就浸透了他的名贵西装。萧晨，你别过来，你不敢杀我！赵鸿飞双腿发软，死死抓着轮椅的把手，色厉内荏的冲我嘶吼。坐在轮椅上的赵天宇更是吓得尿了裤子，一股黄色的液体顺着轮椅滴落在地，哭爹喊娘的嚎叫。爸，快叫人，快给那位大人打电话啊！我不想死啊！对，那位大人。赵鸿飞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掏出手机，疯狂地咆哮着给自己壮胆。萧晨，你别以为你能打就天下无敌了，你再能打得过国家机器吗？打得过枪炮吗？我实话告诉你，我赵家这3年之所以能在江城只手遮天，是因为我们背后站着军方的大人物，传说中战神殿驻守江南的最高指挥官修罗战王，他是我赵家每年花几十个亿孝敬的头号靠山。修罗大人今天正好带兵在江城视察，你敢动我一根汗毛，修罗战王一句话，10万大军立刻就能把你碾成肉泥。此言一出，苏老爷子和苏明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至极。什么战神殿、修罗战王？苏老爷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龙国，你可以得罪权贵，可以得罪首富，但绝对不能得罪战神殿，那是一个凌驾于世俗规则之上，手握100万雄兵的恐怖暴力机器啊！萧晨，快跑！军方的人你惹不起的。苏婉清急得眼泪直流，拼命想要拉着我往后门逃。然而站在原地的我，却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看着赵鸿飞那副以为搬出了真神，沾沾自喜的蠢样，我脸上的嘲弄意味愈发浓烈。你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敢装腔作势？赵鸿飞怒斥道：我笑你们赵家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自己拜的到底是个什么神。我摇了摇头，直接伸出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
啪！这个响指在死寂的院落里显得格外突兀。你干神！赵鸿飞刚要嘲讽，轰隆隆！就在这一瞬间，苏家庄园外突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轰鸣声，十几辆挂着战区特级牌照的军用装甲越野车，宛如一头头钢铁巨兽，直接撞开了庄园的铁艺大门，带着不可阻挡的威势冲了进来。咔咔咔咔，车门齐刷刷打开，上百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身上散发着浓烈铁血煞气的黑衣战卫，犹如黑色的潮水般涌入大院。上百把黑洞洞的冰冷枪口，瞬间锁定了赵鸿飞和那群黑社会打手。所有黑帮混混吓得当场抱头蹲地，屎尿齐流，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而在站位最前方，一名身高近2米，脸上带着一道狰狞刀疤的魁梧巨汉，穿着一身漆黑的战王将星风衣，踏着沉重的军靴，面色冷酷的大步走来。每走一步，那股属于沙场速将的滔天杀气就压得众人呼吸困难。修罗战王，是修罗大人来了！赵鸿飞看到来人，简直就像看到了亲爹一样，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连滚带爬的迎了上去，直接在修罗战王面前跪下，抱着战王的大腿痛哭流涕。战王大人，您终于来了！您要是再晚来一步，我赵家就要被这个恐怖分子给灭门了啊！赵鸿飞转身指着我，眼神中充满了狐假虎威的怨毒与嚣张。战王大人，就是这个叫萧晨的贼种，他简直目无法纪，杀了我们赵家的供奉，打残了18位国术大师，他还说战神殿在他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您快下令，让将士们开枪，把他枪打死啊！躺在轮椅上的赵天宇也疯狂地大笑起来。战王大人在此，你就是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今天也得变成一滩烂泥。苏婉清面如死灰，紧紧抓着我的手，已经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死亡。然而被赵鸿飞抱住大腿的修罗战王，顺着赵鸿飞手指的方向缓缓抬头。当他那冰冷如刀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时，这位手握10万雄兵，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绝世战王，瞳孔瞬间收缩成了针尖大小，原本古铜色的脸庞刹那间变得惨白如纸，额头上的冷汗如同瀑布般狂涌而出。修罗战王的嘴唇剧烈哆嗦着，连牙齿都在打颤。战王大人，您怎么了？快下令开枪啊！赵鸿飞还在不知死活的催促着。我开你个头！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响彻云霄，修罗战王猛地一脚踹在赵鸿飞的胸口，这一脚力道极大，赵鸿飞就像是个破麻袋一样被直接踹飞出10几米远，门牙碎了一地，狂喷鲜血。还没等赵鸿飞和全场人从这突如其来的反转中回过神来，只见身高2米的修罗战王以一种极度卑微，甚至带着极度恐惧的姿态，大步走到我面前5米处。在苏家所有人、赵家父子以及在场几百号黑帮打手震不到灵魂出窍的目光中，轰！名震江南的修罗战王双膝重重砸在坚硬的青石板上，大理石地砖瞬间碎裂成粉末，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整个身体匍匐在地，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敬畏到极点的怒吼：“属下修罗，惊扰连了店主大人，请店主降罪。”刷刷刷，他身后的上百名荷枪实弹的战卫同时单膝下跪，动作整齐划一，犹如一柄柄直插云霄的利剑，声浪掀翻了云层。参见店主，请店主降罪。死一般的寂静，整个苏家庄园除了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听不到任何声音。苏明远双眼一翻，直接吓得晕死过去。苏老爷子手里的拐杖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下巴都快脱臼了。苏婉清呆呆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将士的真神，大脑彻底停止了思考。而刚才还嚣张叫嚣的赵鸿飞和赵天宇父子俩，此刻已经彻底精神崩溃。店主，赵鸿飞满嘴是血，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他赵家每年花几十个亿巴结的祖宗，江南省的天修罗战王，竟然对这个被他一口一个余孽叫着的年轻人双膝下跪，还叫他店主，战神殿的店主。噗！赵天宇承受不住这毁天灭地般的心理冲击，直接吓得肝胆俱裂，一口鲜血喷出，在轮椅上抽搐了2下，直接咽气了，被活活吓死了。我甚至没有多看地上的修罗战王一眼，只是一步步走到满身是血的赵鸿飞面前，居高临下的踩住他的脑袋。赵家主，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底牌。我的声音冷若玄冰，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现在你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萧祖宗，萧爷爷，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您是……赵鸿飞彻底崩溃了，他在我的脚底疯狂地蠕动、磕头、痛哭流涕。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求求您太……放了你！我脚下微微用力，踩碎你赵家，不过是踩死一群蚂蚁。告诉我，3年前那个雨夜，到底是谁指使你们赵家对我萧家动手的？我不知道啊，我们赵家当年真的只是收了钱，在外围帮忙放风里尸体的啊！赵鸿飞哭嚎着喊道。咔嚓，我面无表情地踩碎了他的一根手指。
赵鸿飞发出凄厉的惨叫，疼得满地打滚。最后一次机会，幕后黑手是谁？我说，赵鸿飞吓破了胆，疯狂尖叫道：“我真的不知道那位大人物的名字，我只知道，当年下达灭门之令的那群黑衣杀手，他们根本不是江城本地人啊！少爷，我把知道的全说了。”血色骷髅，我微微眯起眼睛。赵鸿飞这种蝼蚁，在死亡面前是不敢撒谎的。看来赵家当年确实只是被当成刀使的外围杂兵，幕后真凶还在暗处。就在这时，我兜里的破旧按键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我踩着赵鸿飞接通了电话。小师弟，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冷冽中透着几分慵懒的绝美女声，是我的二师姐，掌控着全球地下暗网最高情报机构的叶子。二师姐，查到了吗？江城这边的数据有点意思。二师姐轻笑了一声：“你今晚去参加一场高中同学聚会吧，地点在天上人间会所，那里会有你想要的答案。”高中同学聚会，我眉头微挑，挂断电话，我移开踩在赵鸿飞头上的脚，转身走向苏婉清。婉清照顾好爷爷，我去办点事，晚点回别墅找你。我揉了揉他依然僵硬的肩膀，随后冷冷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修罗战王。修罗，属下在。修罗战王浑身一震，赵家这群垃圾，我看着恶心。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轻描淡写的留下了一句话：属下明白。修罗战王猛地站起身，拔出腰间的配枪，对着满脸绝望的赵鸿飞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砰！一代豪门家主，罪恶滔天的赵鸿飞当场暴毙。传店主令，查抄赵家所有产业。今晚12点之前，江城再无赵家。伴随着身后的枪声与清算，我独自一人踏出了苏家大院，抬头看了一眼江城阴霾的天空。血色骷髅，高中同学聚会，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真正的狩猎现在才刚刚开始。夜幕降临，江城的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上人间顶级私人会所，坐落在江城最繁华的滨江大道核心地段，金碧辉煌的欧式建筑外墙在霓虹灯的映衬下显得纸醉金迷。这里是江城上流社会二代们最喜欢寻欢作乐的地方，没有个千万身家，连这里的大门都进不去。我穿着那身洗的发白，甚至有些起球的粗布衣服，双手插兜，冷着脸踩着雨水走到了会所门口。哎，干什么的？门口的门童皱着眉头拦住我，用警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送外卖的走后门，这里是你能随便进的地方吗？我抬起眼皮，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懒得跟他废话。天字1号包厢，高中同学聚会。门童愣了一下，似乎是接到了里面的嘱咐，眼神瞬间变得轻蔑起来，阴阳怪气的拉长了声音：“哦，原来您就是里面王少特意吩咐的贵客萧先生。进吧，大家可都等着看您哦，不，等着跟您叙旧呢。”我冷笑一声，推开大门，径直走向走廊深处的天字1号顶级奢华包厢。刚走到门口，里面便传来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重低音音乐，以及男男女女放肆的娇笑声和吹口声。砰！我面无表情地推开厚重的隔音大门，包厢内的音乐声稍微弱了一些，十几道目光齐刷刷地朝门口望过来。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哄笑声。哎呦喂，大家快看看，这是谁来了？这不是咱们江城曾经的顶流大少萧晨萧大公子吗？坐在真皮沙发上，搂着两个衣着暴露女人的王浩，夸张地站了起来，用力拍着手。萧大少，我还以为你3年前就在那场大火里被烧成灰了呢，没想到命真够硬的，像蟑螂一样活下来了。坐在王浩身边，打扮的花枝招展，脸上明显动过不少刀子的女人，正是当年高中的班花林娇娇。林娇娇端着高脚杯，极其嫌恶地捂住鼻子。王少，你看看她穿的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啊，一股子酸臭味儿。这3年来，萧大少怕不是天天在天桥底下要饭吧？真是把咱们高3、2班的脸都丢尽了。娇娇，你这可就说错了。另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同学站起来，我可是听说了，人家萧晨现在出息了，天白天在帝豪酒店死皮赖脸的抢了赵大少的婚，现在躲在人家苏婉清大小姐的石榴裙下吃软饭呢，人家可是名副其实的软饭王。哈哈哈！包厢里顿时爆发出更加肆无忌惮的嘲笑声。我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这群曾经的同窗。当年萧家还在的时候，王浩这群人每天像狗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左一句萧哥右一句萧哥，叫得比谁都亲。如今萧家没了，他们立刻换上了一副落井下石的丑恶嘴脸。不过我的内心没有丝毫波澜，3年生死历练的巨龙又岂会在意几只蚂蚁的嘲笑？我的目光如同雷达一般，快速扫过包厢里的每一个人。二师姐说这里有当年灭门惨案的线索，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很快，我的视线越过群魔乱舞的众人，落在了包厢最角落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穿着黑色连帽卫衣的男人，他留着长长的刘海，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从我进门开始，所有人都在嘲笑我，唯独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手里把玩着一个金属打火机，眼神阴郁而警惕。周英，当年班里他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家伙，像个透明人一样，
看什么看？要饭要傻了！王浩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死了，气焰更加嚣张。他随手抓起桌上的一瓶红酒，走到我面前，砰的一声重重磕在大理石茶几上。萧晨，既然今天家同学一场，本少爷不为难你。看到这酒了吗？罗曼尼康帝一瓶30万，你这种穷光蛋8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名贵的酒。王浩指着桌上已经开了的几瓶红酒，傲慢地扬起下巴。今天我组局，这桌上所有的消费本来是我买单的，但既然你萧大少今天大驾光临，还攀上了苏家的高枝，怎么着也得表现表现吧。林娇娇立刻娇滴滴地依偎在王浩怀里。就是啊，萧大少，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摆阔吗？今天这局，连酒带包厢费一共也就不到300万，你把单买了，咱们以后还是好同学。你要是买不起，那就跪在地上，把王少鞋上的泥舔干净，再滚出去。对，买单或者舔鞋，吃软饭的，让你苏家主子给你转账啊！周围的同学们纷纷起哄，一个个面目可憎。30亿瓶的垃圾酒，连给我漱口都不配，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就把它当成祖宗一样供着。我终于开口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冰冷穿透力，瞬间压过了包厢里的所有杂音。你说什么？垃圾！王浩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勃然大怒。萧晨，你 TM 是不是疯了？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儿乞丐，敢说本少爷30万的酒是垃圾？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你要真有本事，你今天就拿出300万来结账啊！拿不出来，老子今天就断断你的腿，让你爬着出去。聒噪！我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手腕一翻，从怀里夹出那张三师娘下山前给我的黑底经文印着五爪金龙图案的至尊黑卡。啪的一声，我随手将黑卡像扔垃圾一样甩在了王浩面前的玻璃茶几上。300万，这卡里有1000个亿。去，把你们经理叫来，监洞会所。我买了，然后你们这群垃圾，马上从我的会所里滚出去！此言一出，包厢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后爆发出一阵掀翻屋顶的狂笑。1000个亿！萧晨，我看你是真的在精神病院关了3年吧？王浩捂着肚子笑的眼泪都出来了。林娇娇更是用2根手指嫌弃的夹起那张黑卡。这什么破塑料卡片啊，上面连个银行标志都没有，还叼着一条土掉渣的龙。萧晨，你从哪家小卖部买的玩具卡？你当我们是弱智吗？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王少别跟他废话了，叫保安进来揍他一顿。就在王浩准备按动服务铃叫保安的时候，包厢的大门突然被人急匆匆的推开。天上人间会所的总经理，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陪着笑脸说道：王少，诸位贵客，是不是对今天的服务不满意？他的话还没说完，目光突然死死地定格在了林娇娇手里那张随处晃荡的黑卡上。胖经理的脑子仿佛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整个人如遭雷击，浑身的肥肉都不可控制的剧烈哆嗦起来。这是胖经理连滚带爬的冲过去，一把从林娇娇手里夺过黑卡，他几乎是把脸贴在了卡片上，仔仔细细地摸着那条五爪金龙的暗纹。当确认了那独一无二的顶级材质和隐形防伪标志后，扑通一声，在所有人见鬼般的目光中，这位平时在江城有头有脸的会所总经理，竟然直接跪在了我面前。至尊龙卡，龙国总商会最高级别的至尊黑卡，全球限量不超过10张的无限透支神卡。胖经理浑身被冷汗浸透，如同捣蒜般疯狂给我磕头。鄙人，天上人间总经理千百万，不知神豪大人降临，有失远迎，万死难辞其咎啊！大人恕罪，大人赎罪。忌，绝对的死忌！包厢里所有的嘲笑声仿佛被人掐断了脖子，戛然而止。王浩的眼珠子瞪得突出眼眶，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钱经理，你是不是疯了？这小子就是个破产的乞丐，那是他买的玩具卡，什么1000亿，什么神卡，你认错了吧？钱经理猛地站起身，反手一个清脆的大弧光，结结实实的抽在王浩脸上。哈！王浩直接被抽的原地转了360度，一头栽倒在沙发上。瞎了你的狗眼！这至龙卡乃是龙国商会会长的信物，别说1000亿，就是拿它去买下半个江城，那也是一刷即过。钱经理怒吼着，转头恶狠狠地指着林娇娇和那群已经吓傻的同学：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蠢猪，竟然敢羞辱持有至尊龙卡的大人！保安死哪儿去了？10几个如狼似虎的会所保安立刻冲进了包厢，把这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狗东西全部给我丢到大街上去！这个姓王的，把他的嘴给我打烂！是。保安们如狼似虎地扑向了王浩的。萧大少，小哥，我错了，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求求你放过我！林娇娇吓得花容失色，跪在地上想要来抱我的大腿，被保安一脚踹翻。一时间，包厢里鬼哭狼嚎，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同学们，此刻像是一群丧家之犬，被保安无情地拖拽着往外扔。大人，您看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钱经理双手恭敬地将黑卡递还给我，谄媚得像一条哈巴狗。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随手接过黑卡，
我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在那群跳梁小丑身上停留片刻，而是死死地锁定了角落里，趁着混乱正准备贴着墙根悄悄溜走的那个阴郁男人周英。砰！就在周英的手刚刚碰到包厢后门的把手时，我犹如瞬移般出现在他身后，一只手犹如铁钳般死死扣住了他的后脖梗。轰！我随手一发力，直接将周英整个人狠狠按在了大理石墙壁上，墙壁表面瞬间出现了皲裂的蛛网纹。噗！周英猛吐出一口鲜血，眼神中闪过一丝极度的惊恐，但他却反手从袖口里划出一柄涂满剧毒的黑色短手，狠狠朝我的心脏刺来。果然是个练家子，我冷笑一声，两根手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那柄毒匕首，微微用力，咔嚓一声，精钢打造的匕首断成两截。紧接着，我一把揪住他卫衣的领口，用力一扯，撕啦！厚重的黑色卫衣被瞬间撕裂，露出了周英苍白精瘦的锁骨和肩膀，而在他左侧的肩膀上，一个拇指大小、颜色猩红如血、透着无尽邪恶与杀戮气息的血色骷髅纹身，赫然暴露在空气中。血色骷髅！我眼底的杀机在这一刻轰然引爆，包厢内的温度仿佛瞬间下降到了冰点。旁边的钱经理吓得直接翻了个白眼，晕了过去。3年前那个雨夜，在萧家后院，一刀斩断我父亲右臂的人就是你。我的声音犹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催命魔音，死死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提在半空中。周英的脸色涨得紫青，双腿悬空，剧烈的挣扎着，眼神中终于流露出了对于死亡的极致恐惧。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隐藏了3年的惊天秘密，竟然会在这样一个无聊的同学聚会上被彻底揭穿。萧晨，你不能杀我！你如果杀了我，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当年那个下达必杀令的王都大人物到底是谁。王都的大人物，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到极点的弧度。很好，看来我今天的收获比想象的还要丰厚。放心，我是个医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慢慢吐出我想要的每一个字。